婚半年发现妻子生病无法生育，男人转头就找到岳父直言要离婚。这一刻才明白，原来婚姻都是需要权衡利弊的。陆莹以为的深情厚爱，从来都不是冲着他这个人，而是冲着他能生育的子宫。是我生病了，才让跟我离。在一档离婚再恋爱的综艺里，陆莹带着一件特殊的旧物参与了节目录制。这件旧物是前夫的一件外套，算不上什么值钱的物件，却被她妥帖珍藏了许多年。这是她婚后第2天和前夫出门，因为天气冷，前夫脱下来披在她身上。也是这份温柔成后来困住她的枷锁。当现场嘉宾追问她离婚的真相时，陆莹却反问大家有没有做过婚前体检。那你们俩为什么分开？你们婚前都做婚检了吗？哦，我有做。在得到所有人肯定的回答后，他才缓缓开口，一点点撕开那段尘封在心底多年的伤痛。原来陆莹婚前并没有做过检查，那时她刚满20岁，对爱情满怀憧憬，就这样匆匆踏入了婚姻，满心都是和丈夫一起搭建一个温暖小家。可就在婚后2人计划备孕时，她被告知患有肾炎。那一刻，陆莹虽有慌乱，却也坚信自己的爱人会陪在身边。可丈夫关心的却是她还能不能生孩子。医生就跟我说啊，我这个情况就是可能要做那个肾穿刺检查。那个前夫当时就跟我说，他说你是想先做肾穿刺，还是想先生小朋友？对20出头的陆莹来说，身体健康永远是第一位的，生孩子的事情只能等身体慢慢好转。可连续吃了几个月的药都没用，万般无奈之下，只能去医院接受穿刺。在医院里，丈夫全程没有半分怨言，甚至在她手术后浑身无力、无法自理的日子里，他还无微不至地陪在陆莹身边，细心照料着她的饮食起居。那一刻，陆莹所有的不安都烟消云散，暗自庆幸自己没有选错人。可她丝毫没有察觉到，这份看似真挚的温柔背后藏着怎样的冷漠与算计。手术后，陆莹回到了娘家静养，本以为自己的病情逐渐好转，迎来的会是与心爱的他甜蜜幸福的生活。可她万万没有想到，在出院的第2天，前夫就偷偷找到了她的父亲，没有丝毫犹豫，直截了当地提出了离婚。出院了以后，我就住在我妈妈那边。第2天的时候，他就跟我爸爸说，跟我爸爸说的，不是跟我说的，他跟我爸爸说要离婚。最让他心痛的是，那段日子里他对这一切一无所知，心里还满心期待着2人的未来。父亲心疼女儿身患重病的模样，生怕她承受不住离婚的打击，一蹶不振，便让前夫先不要告诉陆莹。前夫嘴上答应的十分痛快，可行动上却变得愈发冷漠。吃的那个面刚上来，他坐我对面，他就跟我说我们离婚吧。好残忍呢！而且那天他跟我讲了，就超级冷淡，就是这个脸跟我说的。在他和他的家人眼里，不能生育的陆莹就像一件失去了利用价值的物品，与其继续耗下去，浪费彼此的时间，不如趁早抽身，再找一个能为家里传宗接代的女人。我生了病以后，在他或者他们家的脑子里，就是肯定会越来越不好。那些手术后的细心照料，那些看似无微不至的陪伴，从来都不是什么真心的深情，而是精心演给所有人看的戏码。原来感情里最残忍的模样，从来都不是歇斯底里的争吵，也不是明目张胆的背叛，而是你还沉浸在满心的爱意里，规划着和对方的未来时，他早已抽身离开。所以长痛不如短痛，也不等你治疗看看效果怎么样，然后就治，太残忍了。